妈已备好晚宴，还请帝尊移步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干妈在忙了。小黑，你替我去入席。恭送帝尊。这他妈不是天下第一才到帝君帝国传世的，连他都只是帝尊的一个奴隶。帝尊的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。16年了，若非当年干妈舍身相救，我又怎会逃过那些人的追杀？哎，小璇，干妈，干妈，好久不见，干爹也是越来越年轻了。这江海药王果然名不虚传呀。小小妹妹都这么大了，好孩子，快让干妈好好看看。小小，你璇哥哥跟你啊还有婚约呢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包办婚姻？我陈小小的意中人可是4大战神那样的豪杰。哎，你刚刚看到帝尊长什么样了吗？帝尊，不就是我了？他们是来接你的？没错。哎，不是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人啊？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4大战神呢？他们现在在哪？他们呀，我安排他们去做了点别的事情。妈，你看这个人，说话连草稿都不懂。据我所知，4大战神已经接到了贵宾，正送往酒店。干爹，那是我的一个下属，这次我低调回国，很多事情都是由他处理。你简直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小璇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你们回去吧，阿姨已经做好饭了。好。小璇啊，这几年在海外做什么工作？干爹，我没工作。啊，也对，你年龄和小小相仿，应该也是刚毕业。那你这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干爹，我也没上过学。没上过学。妈，这样让我嫁给这个废物啊？你女儿我可是名校的校花，毕业后更是可以去黑金帝国实习的高材生。妈，你替我做主啊！小璇啊，我们陈家虽然不是什么大门大户，但在这江城也算是名门。我是不会答应让小小嫁给你这个没能力也没背景的废物。看在慧文的面子上，我这一身医术可以倾囊相授。至于婚约，等你出师再说吧。吃饭。干爹，医术就不用了，我会一点。你会医术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想做我爸仆役的人，同事都排到海外了。小璇，你别胡闹了，陈家可是药王世家，跟你在外面学的那些东西不一样的。干爹，干妈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像干妈这腿，我就能治。啊？小璇，我这腿……您这腿啊，我能让您重新站起来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妈这腿要是能治，我爸早就治好了。怎么？你觉得你的医术比我爸还厉害？哼！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我可以亲自操作让你们看看。行，你要是治不好的话，咱俩的婚约就此结束。行。装模作样的，你知道我妈腿的状况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妈要有个好歹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小小，妈，干妈的腿呢，是淤血导致的神经堵塞，堵塞的时间长了，导致神经坏死，最终瘫痪。你还有点本事，那你更应该清楚，神经坏死是没有办法修复。我有信心。哎喂，都扎了这么多针了，还没好？干嘛？这样腿有失血吗？那这样呢？这样有感觉吗？没有。不应该呀！干嘛？您确定腿没知觉？姓叶的，你觉得我妈还能骗你什么？行了，够了！枉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没想到你就是个半吊子，收起你那些把戏。哼！可别忘了我们的赌约。
干妈，您的腿我确定是治好了，可您为什么撒谎呢？小璇，扶起来。干妈，站起来了，我真的站起来了。干嘛？小璇，你不要怨干妈，干妈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我的这条腿是被仇家废的，如果现在他们知道我能站起来了，干妈，您告诉我，仇家到底是谁？以他们的实力，不是你我能对付的。你知道太多对你不好。至于你干爹和小小那边，等时机成熟，我自然会去跟他们解释的。干妈，您相信我，无论仇家是谁，这个仇必须给你报。你听干妈的，不要去报仇。好了，你看你一回来就给干妈治病，也挺辛苦的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好。主上，查，立刻给我去查，我都要看看究竟是谁敢伤我干妈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还有，我让你追查16年前追杀我妈的那批人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抱歉，主上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暂时没有更多线索。有消息了，我会第一时间告知你们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主上，小小小姐获得了黑金帝国集团实习的机会，您看，转正录取吧。是。毛毛糙糙，成何体统？就你这样，明天怎么去面试啊？爸妈，不用面试了，我被黑金帝国录取了，明天直接去就行。什么？真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女儿有出息了，我得赶快发到朋友圈，炫耀炫耀。哎，你怎么不惊讶呀？黑金帝国你知道吧？天下第一财团，听说跟传说中那个帝尊也有关系，每天一堆人挤破头进去呢。我自己的公司，我为什么要惊讶？你不会一会儿还得说黑金集团是你安排我进去的？不错。黑金帝国要是你的，你还有必要来投奔我们陈家，还死皮赖脸的住在我家不走？小小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妈，你怎么老护着他呀？我就不明白了。小璇只是爱开玩笑而已。玩笑也得分个场合。小小现在进了黑金帝国，这以后接触的人脉和资源都是顶级的。叶璇呢，他只是一个没有工作的闲人，他们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他要是还改不了这妄自尊大、胡言乱语的毛病，他和小小的婚约，我不同意。妈，我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出去玩，晚上就不回来了。哎，等等，把小璇也带上吧，顺便让他也认识一下你的朋友。妈，你要是不愿意啊，那你也别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！喂，主上查到了。主上查到了。雷虎安保集团董事长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江海飞帅。您干妈的腿就是他干的。据查，当时追杀你母亲的人里面就是雷虎，而他害你干妈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你干妈帮助了当时的公司。从那以后，他被从众混混中脱颖而出。雷虎，什么雷？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一会儿到酒吧，别给我丢人。七爷，小小，你来了。这个就是你说的结婚对象。哎，是啊，我妈非要让我把他带回去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说人呐，还是得有点自知之明的。不合适的圈子不要硬挤。你说说你，连正经的工作都没有，为什么要一直纠缠我们小小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七爷，咱不管他，到时候影响我们的心情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请问你是陈药王家的千金吗？啊，别人来报是这里的老板，杨木陈小姐许久了，能请你喝杯酒。
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想想，赶紧答应他。他的父亲可是江城的第一匪首，他可是未来江城的第3人。雷少，你好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差距，像雷少这种人才配得上我们家小城。你爹就是雷武。干什么啊？我跟谁喝酒那是我的自由。对啊，我爹就是。怎么了？很好，把你爹给我叫过来。来人了！雷少被人打了！叶璇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你居然打过了你！我打的就是雷虎的儿子。叶璇，你简直是疯了！你打的是江海匪首的儿子！快走，你的惹不上身了。先走，然后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我。小子，我劝你赶紧放开雷少啊，要不然等一会儿虎爷来了就完了。雷虎要来啊？好了，我爹一定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。走！我给雷虎10分钟时间，每隔1分钟，我要他儿子一条大命。该死的兔崽子，竟然敢威胁老子！我倒要看看，在江城谁敢动我雷虎的儿子！你放心，少爷不会有事的。钟先生已经赶过去了。钟先生的半步宗师，有他在，就雷虎摆不平的人。妈妈，陈叔叔，叶璇那个家伙为了小小，竟然跟雷虎的儿子打起来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你快想想办法。是江城匪首家的那个雷少，他怎么敢？轩然，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小轩。他自己做事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小轩，行了，我想办法可以了吧10分钟到了。不要！不要！小子，你确定要和虎爷不死不休吗？啊！我想你应该知道，虎爷身边拥有着一个能够以一敌百的不道歉者。算了，这一切都好说。还有10秒钟，11分钟。这让我想想啊，是先断左腿呢，还是先断右腿呢？我再也不搞你女儿了，只要你敢抓我，我保证我爹不会为难。那还是先断右腿。父亲救我！住手！钟先生，还请出手！哼，虎爷放心，有我在此，看谁敢放肆！怎么可能？钟先生可是半步宗师，居然连这小子一拳都接不了。你到底何方神圣？别害怕，起来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雷虎是吧？我给你提个醒，16年前你追杀的周文文，那是我母亲；被你断了双腿的何慧文，是我干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叶家那个私生子啊？怎么还活着呢？如果死了，谁来找你们讨债呀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身边的这位半步宗师，便是你最大的倚仗吧？如果没有其他底牌的话，那就要做好今晚死在这儿的准备。小子，你若是敢杀，我身后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钟先生的师尊可是老牌宗师，不是你这种毛头小子可能比的。你可不要找死！宗师是吧？我再给你们1天时间，把他带过来。明晚此时，我来索命。小子
太张狂了，还等什么？快把少爷送到医院去！雷爷，刚刚陈药丸来电，说希望你能把叶璇放了。陈山元算什么东西？这个姓叶的必须死！可是四大家族同样来了电话，希望你能通融一下。这他妈一个两个的，都忘记了雷武的名号了。传我命令，让钟老、陆半仙、陈无敌3位宗师出山，还有让忠义堂的弟兄们都集合起来待命，让整个江海的人都知道雷虎的下场。至于那个陈山元，告诉他，人我已经放了，但是我没说明天不杀他。帝尊，出帝尊令，召天下宗师会于江海，明日随我出征。召。好，谢谢。山元，怎么样了？有小璇的消息了吗？放心吧，你的干儿子没事儿。我把这些年认识的大人物求了个遍，肥肉才愿意谅解。那就好。妈，这个叶璇也太能惹事儿了吧！咱还是把他赶出去。他今天能把匪首的儿子打，明天还不知道惹什么事儿呢。爸也不能每次都能帮他呀。确实，小小说的对，我们也是仁至义尽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小璇是我的干儿子，我答应过婉婉要好好照顾他。你让我怎么说你才能说得通？非要让他把咱们全家都害死，你才甘心？山元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其实小璇就……那个妈，我回来了，抱歉让你费心了。叶璇，还不赶紧滚过来，给我爸磕3个头道谢！你知不知道，要不是我爸，你今天可就回不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救你回来？哦，那多谢干爹费心。不过今日我是自己回来的，雷虎若敢拦我，他必死。你以为雷虎那么好杀？你以为那个匪首的称号是白叫的？我告诉你，他身边可是有半部宗师的武道强者保护。宗师很强吗？你无可救药！老陈，你怎么回事？你那干儿子干了什么？如今整个忠义堂的人都被召集了。什么？你又干了什么事儿？没什么呀，我只不过让去召集一切可以召集的力量。明日啊，便宰了他。什么？摘星了，摘星！叶璇，你这样不仅害了你自己，还连累我们全家。对，不能连累我们陈家，赶出去，必须得赶出去。山元，行了，你现在还有脸来劝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？干嘛？咱们不必救他，区雷虎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你今日将我赶了出去，便是亲手扔了你陈家的一世荣华。滚！待到明日，一切自行分晓。快滚！小璇，你哭，你哭什么哭？这样，把你前段时间从我这儿拿走的50万给我还回来。山元，你这样一来，我们何氏药业就要倒闭了。这是惩罚。听说16年前的那个漏网之鱼又回来了，不仅废了你的儿子，还打伤了我的徒弟。废！你把我们3个都叫来，为了你的破事，误了我们天大的好事。传说中的帝尊令在江海出现了，天下宗师齐聚江海，只要能先寻到帝尊，得到帝尊的青睐，那将是天大的机缘。师傅，那小子邪门的很。算了，钟老，大不了咱们耽误一天时间，解决了这小子之后，咱们再去赴帝尊令之约。我看也只能如此了。如此就仰仗3位宗师了。
快，上车，快！林爷等着呢。注意堂的。赵队长，这叶璇怕是真的完了呀！先回去，走。师尊，诸位师伯，忠义堂的好汉已经聚齐，陈家那边我已经派人盯上，只要那小子一死，他就立刻动手灭了陈家堂。好，叶璇人呢？他是跑了吧？他已经来了，马上走。他带了多少人？就一个。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三位宗师，去接他。有胆识啊！不愧是少年宗师啊！区区一个新晋宗师，也配与皓月争锋？就算同为宗师，也有高下之分。更何况我们三个早已踏入宗师界数十载，都是老牌宗师。我们3人大宗师都战过，更何况一个毛头小子。我萧罗，我昆仑，我天策，我无双，率天火军，参见帝尊。我黑帝携帝尊令，统领天下宗师，参见帝尊。我有宗师10万，雷虎，你可敢接？你可敢接？哎，叶璇啊不，帝尊爷爷，都是我的错，请你饶我一条狗命吧！我也是受人指使啊，都是龙宗。真没想到，当年那小子竟然成为天下第一人。后悔了？我们后悔的是让你那小子给跑了。我陈无敌，好歹一代宗师，想让我屈服，做梦！没错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休想从我这儿得到半点消息。你们以为就凭这样就能护住16年前的幕后之人？我能找到你们，便能找到那幕后之人。今日便在这江海斩下第一刀。小黑，交给你。好不容易入职黑金集团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还上班？那些人没冲进来找咱们麻烦，就已经烧高香了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你以为雷虎分手的称号是白叫的？10年前得罪了他的，全都沉海了。沈源，那小璇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小璇，你眼里只有小璇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会这样吗？如果不是他，我能在这担惊受怕吗？我现在身边能打的电话打遍了，我所有的朋友都不接我电话了。等他们处理完叶璇，就到咱们了。妈，别管他，好好反省。喂，叶天龙，求求你救救小璇吧！小璇回来了，小璇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婉婉呢？婉婉有没有消息？婉婉她，哎呀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小璇遇到事情了，她为了我得罪了江海匪首雷虎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得了她。我知道了，小璇，我会去救她的。哦，对了，小璇，她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吧？
没有，我没有跟他提起过。那就好。小璇身份特殊，你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存在。现在还不是我跟他相认的时候，小璇就交给你照顾了。伯伯，啊，家16年前我拜托你办的事情，都办好了吧？禀家主，老奴办事，你放心。那就好。对了，福伯，还得再麻烦你一趟，再跑一趟江海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江海那边出事了。江海，当年那个贱人就是逃到了江海。查。是。爸，该不会是外面那些人要对我们动刀了吧？爸出事了，肯定是匪帅解决完了叶璇。这下到了。那我们陈家不是要完了？是我，小璇。是小璇，小璇没事了，一定是那个人出手了。也是，小璇毕竟是他的亲儿子。小小，快去给你哥开门，把他接上来。快去。活着回来了，外面那些人呢？他们没为难你？我刚回来的时候被美拎了。怎么可能啊！真的没人？哎，干嘛？让你操心了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以后可不敢再这样。放心吧，干妈，以后不会了。雷虎已经被我解决了。怎么可能？爸，你快看，是四大战神，四大战神出马了！我就说，这废物怎么能回来？原来是运气好。这雷虎啊，他真的是自作自受。四大战神人就在江海，他居然还敢如此高调，这不是打战神的脸吗？啊！爸，总的来说，这事算是解决了。对对对，谁说事情解决了的？谁说事情解决了的？爸，老二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再不来，我陈家被你夫妇都霍霍完了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合作方都宣布跟咱们解除合作？这怎么可能？都是你这个干儿子，这个惹事精干的好事，得罪了雷虎。雷虎的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是，可是这种事儿，谁知道会不会发生第二次？谁让现在外人都觉得我们陈家有这么一个祸害呢？沈源啊，改这样，在江海给他租一套房子，让他搬出去。爸，小璇绝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要是赶他走，我不同意。爸，你看，大哥，哼，你呀，这些年就是被大嫂吃的太死。大嫂的那个和氏药业拖了咱们陈家多少脚步？你给大嫂治腿花了多少代价？如果不是因为大嫂，咱们陈家早就是江海四大家族了。沈源，你可是一家之主啊！今天必须给我拿个主意出来。小小，你帮妈妈说说话呀！我也同意把叶璇赶出去。我也同意把叶璇赶出去。维文呐，你可是我们陈家的大房，有些事你得拧得清啊！你要非要把这个祸害精留在家里的话，你也跟着一起走吧。行，我走。小璇，就算离开了陈家，干妈也会照顾好你的。维文，你别冲动，让他走，谁都不许拦着，谁拦着跟他一起滚！大嫂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你的和氏药业已经濒临破产，如果没有我们陈家的帮助，你的账户可都会被冻结。我自己会解决。小璇，
我们走。好，陈家，我记住了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们会为自己做的决定而后悔。你也先给我站住！我爸妈帮你这么多，你但凡是个感恩的，就不应该让他们为难，还想让我妈跟着你一起出去受苦吗？你放心吧，干妈跟会过得更好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连个媳妇儿都管不住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小璇，跟着干妈让你受苦了，现在我们不但被人赶出来，连个容身之所都没有。干妈，谁说我没有容身之所呢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帝尊，夫人，请。夫人你好，欢迎入住汤臣一品天字1号楼。小璇，干妈，正如你所见，以后呀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您可以放心的住在这里。而且雷虎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找您的麻烦。您呀，可以放心大胆的站起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您先别激动，我还有个惊喜要给您。据我所知呢，您的和氏药业资金链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我打算投资你。投资？我打算让你的和氏集团成为整个江海乃至整个龙国最大的医药集团。而您啊，就是新年人的药王。干妈，我知道，其实你对干爹和小小妹妹非常的失望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的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干爹他们其实人心底里面是好的，就是对你有些误会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给他们机会的。对了，干妈，16年前，我母亲为什么会被人追杀？您是她最好的闺蜜，你肯定知道其中的缘由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您是她最好的闺蜜，你肯定知道其中的缘由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干妈？啊！您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？这些年我一直问你，您却始终不告诉我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有能力为他报仇，您告诉我好吗？孩子，答应干妈，不要报仇，不要总想着报仇，就算干妈娶你了。干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答应你，还不行吗？小璇，干妈都是为了你好。好了，干妈，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去处理，您就安心住在这儿。有事啊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别离。你那边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没？禀帝尊，属下把雷虎跟那3位宗师生前所有联系的人全都查过了，最后线索在指向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断了。何处？龙城。龙城。看来这幕后之人在龙国的实力比我想象的更强。不过不着急，咱们有时间陪他们慢慢玩。属下一定竭尽全力，给帝尊一个交代。不着急，我杀了雷虎，灭了3大宗师，想必那人已经知道我的行踪。以那人当年的实力，他势必不会容我继续活下去。咱们只需要等着他即可。帝尊英明。还有，我干妈受欺负的事儿，我不希望就这么算了。明白了？明白。黑金帝国现在的负责人是谁？让他给我干妈的和氏集团投资个500亿。自您来江海以后，徐小姐也跟着来了。目前黑金帝国江海分部由她管理。帝尊，你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去见见徐小姐吧，不然她又要闹着给您做丫鬟来了。小草，哎，心怡，我就知道你会念书成
成功的，以后你们就能在一起上班了。听说那个惹祸精被你爸爸赶出去了。哎，别提了，要不是那个惹祸精，我们陈家怎么会陷入那么大的危机？爷爷把他赶出去都算亲的了，不过我妈也跟着出去了。何以也离家出走了？不过没关系，我妈那个小铺公司啊，过不了多久就倒闭了，等她撑不住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小小，你真的不知道黑天帝国说要出资500去投资何氏药？什么？心怡，你说真的？你确定吗？确定，这公司都出通告了，而且据说啊，这何氏药业的人已经垄断了。哎，看，就在那儿，那个有种女王气质的，就是我们龙城的金融女王，叫徐夏涵。那旁边那个人应该就是何氏药业的。哎，这个人怎么看起来这么像那个沈世金呢？不行，心怡，你帮我请个假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对了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让阿姨去劝劝我妈，让我妈赶紧回家？拜托了，就这样了，心怡，我先走了。老大，你请夏妍妍来看我了。你现在好歹是个总裁，能不能注意点自己的形象？老大，我是你的人呀。啊，错了，我不这样了，你去办公室说吧。行了，你去帮我安排一下，我今天务必要见到江海市医药领域最大的2个供应商。遵命。我怎么感觉徐总和那个惹祸精的关系不一般呢？哎，不可能！徐总什么身份？叶璇什么身份？你们谁能告诉我们把那个祸害精赶出家门，为什么那么多企业还是不跟咱们合作？这都是因为之前的事儿，伤大家伤得太深了，这都怪大哥，不早点把那个祸害精赶出去。行了，不想听你们推锅，我只想知道怎么样解决咱们现在眼前的危机。如果再不解决供货商的问题，我们陈氏药业就要完蛋了。这些供货商之所以这么做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爸，要不咱让点利？你个猪脑子！你信不信我这边刚一让利，对手就会给我们打价格战，不出1个月，陈氏药业就会被他玩死。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资金不足，否则哪有受这委屈？你净说废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就是在哪里去借？爷爷，爸，爷爷，回有本来。爸，爷爷，回有本来。哦，小小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小小，这是家族会议，说话小心点。爸，我真的有办法。那小小说。爷爷，我的办法就是找我妈。不可能，我这回绝对不会先跟他低头的。爸，爷爷，你们听我说，我得到准确消息，黑金帝国要给何氏药业投资500亿。啊！你说这500亿要是与我无益，那岂不是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亲眼看到的，我们公司总裁亲自接待了叶璇那个惹祸精。你们想，他一个来历不明、毫无背景的人，怎么可能跟黑金帝国有关系？肯定是靠着我妈才鸡犬升天的。哎，大哥，赶紧给大嫂打电话呀，求她回来。你要是不让她回来，咱们陈家就完了。行，我等。快打！什么事儿？啊，慧文啊，这个你在哪儿啊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来接你好不好？那个把叶璇也一起带回来。我跟爸已经说好了，这以后都不会赶他走的。我跟爸已经说好了，这以后都不会赶他走了。干嘛？别答应他。你不用知道我在哪，自我出了陈家，就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这没用的东西，
我听那边有叶璇那小子的声音，肯定是他说了什么。该死的混蛋！二叔，先别着急，心仪的妈妈和我妈可是最好的闺蜜。我来的时候跟心仪他们说过了，晚上让她带着阿姨去劝劝我。好，好，好！我孙女儿不愧是能进黑金帝国的女天才。干妈，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你拿到500投资的事儿了。我知道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我跟你干爹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竟然抵不过。干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陈家上下给您道歉，8抬大轿的，请您回去。小轩用心了。对了，除了这500个投资呀，我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。我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。惊喜？叶先生，何女士。老吴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是黑金集团的徐总还有叶先生邀请我来的。干妈，忘记给您介绍了，这位呢就是黑金帝国的现任执行总裁徐子涵，徐总。干妈，我经常听玄哥哥提醒您呢。干妈，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吧。这位吴总呢也是您的老相识了，他可是咱们江海最大的药品进口商，以后呢就只给咱们何氏药业讲。这没错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只为何女士您一个人服务。那怎么行？何氏集团体量我心里清楚，根本吃不下那么多的货。这样的话，不是把吴总给害了吗？您这就放心吧，有叶先生在，怎么可能亏呢？想必叶先生没给你说清楚。干妈，有了这个东西，销量不是问题。这是补方，没错，这是2份完整的补方。去疤膏，可以去除任何疤痕，并且无任何副作用。天哪，这功效太夸张了吧！啊，还有这个黑参玉补膏，断指重生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何总，您就放心了，这2份药的药方跟药效我已经找人检测过，100%没问题。更何况这2种药方的成本合起来还超不过3位数。干妈，我的医术您不放心吗？别忘了，你这腿……既然是这样，干妈，我就问您一句话：有了这2张药方，您有没有把握成为江海市的新一任药王？有没有把握超越陈家？有，肯定有。你干爹当年就是靠一个残破的古方，一跃成为了江海药王。而我现在手里攥着2座金山，还有你们各位的相助，再斗不过他，那岂不是白活了？干妈，既然你有信心就好，剩下的呢就交给我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您在陈家受的一切委屈都给你讨回来。孩子，谢谢你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必那么客气的。如果没有您16年前我就死外边了。吴总，接下来呢就需要你们的配合了。放心吧，叶先生，只要黑金帝国能帮我们把违约金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回去一定终止所有合作，只与何氏集团合作。放心吧，二位，我们黑金帝国的法务部永不吃素的，总之会让您的损失降到最低。那太好了，那行，那我就回去准备准备，先告辞了。思涵，等吴总那边都准备就绪之后，我需要你用宣传为何氏药业造势，30号召开发布会。明白，老大。那我也先走了，今天想着你们哦。小小啊，小小的，你这傻孩子，怎么就看不到小璇的好呢？你若再不抓紧机会，怕是就没机会了。香香，打通了吗？不用打了，你妈明白过来，自然会跟我们联系的。没错，父亲大人说的对，就大同的破公司，
要药方没药方，要资源没资源，一年的销量就这么点，谁会选择跟他合作？对，他想要拯救何氏医药，只有依靠我们陈氏的药方，才能打开市场。可是爸，我妈她好像找到合作方了。什么？我妈她好像找到合作。什么？你们看，江海医药大变天，2大供货商怒砸上亿违约金，宣布只支持何氏集团。何氏集团？这何方神圣啊？这是？这吴总是疯了，他哪来的钱赔违约金啊？是大嫂，绝对是大嫂。他刚不是拿了500亿的投资吗？这1亿的违约金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？这个贱人！老大，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。爷爷，你别生气，这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在江海，论医术论声望，我们陈家才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。世人更相信的也是我们陈家的药。没错，就大嫂那小作坊，一没名声，二没药方的，就算他有货，他能卖得出去吗？而且爷爷，到时候等妈妈一吃瘪，我们再伸出援手，妈妈再一动，爸到时候再说点好话，这500亿投资不就到我们陈家来？还是我孙女聪明啊！干妈，这康复运动呀也得适度，像您现在这种身体状况，还是得多坐着休息休息。好。哎呀，我这做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干妈我呀，确实有点迫不及待了。干妈，这黑参玉骨膏和祛疤膏我已经安排人量产了。等明日发布会结束之后呀，您就会成为江海市新一任的药王。嗨，你干妈我从来不在乎这些虚名。如若不然，你母亲当初给我的股份，我也不可能给了你干爹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。干妈，您说那古方是我母亲给的？那是你母亲给我的谢礼，原本她是打算给我完整版的古方，可是我知道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有能力保护好这么珍贵的东西呢？而且我也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。后来你母亲坚持给了我一个残缺版的古方，然后就带着你逃亡去了。干妈，我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您能给我讲讲吗？你母亲，她是一个很神秘的女人。当时龙城4大公子都为她争风吃醋，可是她只青睐你爹。我父亲。小璇，现在还不是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不要问了。好吧，走，干妈。走，陪干妈再去看看。哎，慧文，慧文，金姐，快来！小璇呀，金姐是我的闺蜜，按辈分你要叫她一声周姨。啊，对了。他的女儿你应该也认识，跟小小是好朋友，姓周，叫周心怡。哎，慧文，我听说你跟你老公要把对人家出租，还担心着你没地方住，想到你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，这一个别墅得好几亿吧？妈，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慧文阿姨的何氏药业已经是彻底崛起了，这黑金帝国投资了好几百个亿呢，这些别墅算得了什么？叶璇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已经害得慧文阿姨跟陈叔叔感情不和了，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跟着慧文？慧文，你说你跟你老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为了一个外人，值得吗？金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能住在这儿还是靠小璇呢。小璇是我干儿子，他不是外人。我跟老陈的事儿你就别掺和。你就别在他脸上贴金了，他要是真的有能耐，为什么还跟着你呢？小璇跟龙城业族的关系又不能公开，这可如何解释？好了，干妈，我先去处理明天发布会的事情，你们先聊。好，那你去忙，早点回来啊。
那个发布会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呀，其实是个秘密。我们和氏药业现在得到了2份完整版的古方，已经开始生产了，所以要开个发布会。2份完整版古方，慧文，那古方可不是大白菜，你确定这没问题？放心吧，会有问题的，都是小璇给我的。完了，慧文阿姨怕是要被那个惹狐精给骗了，我得赶紧告诉小小他们，免得酿成大祸。哎，妈，阿姨，这卫生间在哪儿啊？我有点憋不住。就在前面，我带你去。哎，不用，阿姨，我自己去。金姐，那你带我到家里。好。什么？心怡，你是说叶璇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骗了我妈，说她有2张完整版的古方？对，小小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你妈他们明天就要开发布会了，到时候拿不出古方，这肯定是会被打脸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心怡，我这就给我爸他们说。放心吧。我就说大嫂为什么不愿意回来，原来是姓叶的这小子在使绊呢。 2个完整版的古方，亏他敢吹！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看戏呗。老二，你明天找几个人，给点钱，想办法混进发布会。接下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明白爸。爸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慧文毕竟有什么不好的？等他跌下了高台，我们陈家再施以援手，那时候他就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。老二说的对，借此机会，你也把你的家庭地位给夺回来。就这样。金姐、心怡，吃了晚饭再走吧。不了，慧文，我来的时候家里还炖着汤呢。那明天我的新闻发布会，你们可要到场啊！放心吧，这种大事我自然不会缺席的。我们走了啊。好，慢点啊。你刚才上厕所的时候，是不是给你陈叔叔通风报信去了？唉，但愿你慧文阿姨别被人骗了。他们上午说的话，你别生气啊，他们都是为了我好。干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还没那么小气。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我听说我干爹他找了很多记者，明天要在发布会上想怎么发难。什么？你不用着急，他们肯定会自食恶果的。小璇，你答应干妈，给你干爹他们一次机会，不要太狠。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妈，这么多记者，这万一慧文阿姨要是拿不出来药方可怎么办呀？你不是已经打电话通知你陈叔叔了吗？他们人呢？欣怡，慧阿姨，妈，在这边。笑笑，你不是说陈叔他们会想办法吗？这怎么来了这么多记者？这些记者是我们找来的。什么？你就别管了，你相信我，难不成我还能害我妈？我跟我爸只是怕我妈被叶璇骗了。干妈，楼底下来了很多记者，干爹和小小也在。走吧，小璇，干妈想清楚了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觉得你要不要继续做着轮椅啊？这样我们的发布会可能会更成功。你好，请问和氏药业一直不温不火，为什么就突然收到了黑金帝国的投资？请问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吗？据说和氏药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自己的技术，所有上架的药品都是贴标的，这是真的吗？听说和氏药业的老板跟陈药王是夫妻关系。今天和氏药业发布的产品跟陈药王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这药方哪来的？该不会是偷的吧？诸位，我们老板马上就到，请各位再等一下。这会不会真的呢？啊，这帮产品有猫腻吗？解释一下呗。妈，慧文阿姨来了。妈，你说你最近都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接，我跟爸爸都快急死了。着急？你们是惦记黑金帝国给我投资的那500亿吧？慧文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啊？
你以前不是这样。是啊，妈，我跟爸爸又没有说要把你赶出去，我们只是对叶璇有意见，你就回来吧。对小璇有意见，就是对我有意见。什么时候你们对小璇没有意见，再来叫我回家？让开！你就为了一个外人，连我跟爸爸都不要了吗？站住！你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，你以后都别回来。你我二人恩断义绝，离婚吧。怎么想通了？那就跟我回家。不离婚。小璇，我们走。好。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要跟我离婚！算了吧，妈肯定是被叶璇那混蛋给骗了，等他后面清醒了会后悔的。没错，以后让这些记者揭穿叶璇这个小兔崽的把柄，到时候我要让他求着我复合。走。何总，何总，请问您和陈药王是闹矛盾了吗？有人说贵公司今天发布的产品是盗窃陈家的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何总，您身边这位又是什么身份？他是您的私生子吗？诸位，我知道你们现在有很多问题要问，待会儿我们去会议室详细了解好吗？我身边的这一位呢，是我的干儿子。我们公司今天上新的2款产品都是他研制的，待会儿他会给大家详细介绍的。诸位，我也就不卖关子了。正如你们之前了解的那般，我们和氏药业得到了2份完整的公告，现在已经量产，马上就能面世了。资料呢，已经发到了大家的手中，这上面有2款药膏的详细用法。叶先生，您说这黑参玉骨膏能断肢重生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明显是不可能的。就是，还有这祛疤膏3秒祛疤，怎么可能呢？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你是骗子！骗子！你是骗子！骗子！看吧，你妈马上就要过。诸位请稍安勿躁，马上就会有工作人员向大家发放这2款药膏的样品，大家可以进行尝试。还别说，挺像那么回事儿。是还挺精致的。装模作样，有没有用还不一定呢。现场的各位，有谁愿意试吗？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，谁敢试都要命。这位记者也对我们公司的产品意见很大。我想您是误会，我呢只是替普通老百姓提出疑问吧。那谁知道您这款产品是不是3无产品？这个就不劳您操心了。今天呢，我敢将你们叫过来，那自然是通过了权威机构的层层认证。你是要质疑专家的权威吗？我对我们的产品有100%的信心。现场的各位，谁愿意一试？现场有哪位朋友愿意试一试？我来，正好我身上有道伤疤，10几年了，尝试了很多办法，但都不行。天哪！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啊！神了，简直神了！叶先生，这个药膏售价多少？是啊，这么神奇的药，成本肯定很高，价格肯定不便宜吧？啊，这药再好，普通人买不起有什么用？你们这些资本家就是唯土不仁。各位，我们这款黑参玉骨膏的定价为2000元，而祛疤膏为199元。什么？这么便宜？天哪！市面上祛疤产品最便宜的也得小1000一个疗程。叶先生，您是疯了吗？更恐怖的，难道不是黑参玉骨膏吗？如果真的有那么神奇，残疾人都有救了呀！这可是救命的良药呀！别说是几千、几万、10几万都有人买呀！祛疤膏是真的，黑参玉骨膏大概率也是。你们确定没报错价格吗？诸位，我们和氏药业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普通人都能买得起药，所以这2款产品我们基本上不挣钱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得感谢黑金帝国资助了500亿，我们才会如此牛底气。好，叶金龙，帝国万岁！爸，怎么办？一旦这2款药面世，整个龙国的市场就变天了呀！事已至此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药效明摆着的。不能
说那人是他们请的托呢？那个人是有名的记者，这事难办了。事到如今，再不行动的话，我们陈家就彻底完了呀！这个黑参玉骨膏，如果药效真像他说的那么好，慧文的腿应该早就好了，那现在还坐这里。你是说？没错，药效应该是有，但是没有他说的那么好。我有办法了。叶先生真是有大格局啊！我代表广大群众感谢你。你们就等着火吧，今天新闻一发出去，肯定上头条。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，他们两个这是在联合起来演戏骗人。你血口喷人，你骂我，但是不能侮辱我的职业。说谎话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有没有乱说？你们马上知道。你们公司这次推出了2款产品，其中一款叫黑参玉骨膏，它的作用是断肢重生，这瘫痪自然也不在话下了。自然，大家都听见了。那何总此刻怎么还在轮椅上？这位记者，发布会开始到现在，你就一直在胡话。我现在倒想问问你是哪一家报社的记者，还是说你压根就不是记者？我确实不是记者，但您还得先回答我一下，这才是重点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此人假冒记者，在现场捣乱，事后我一定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您还是先考虑考虑，怎么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个就不劳您操心了。其实我干妈的腿早就好了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完全康复，所以才坐在轮椅上罢了。这绝对不可能。无知！干妈，还请您劳驾站起来，让诸位看看。好。神乎其技啊！神乎其技！何总当初车祸的经文是我编写的，我亲眼看着何总坐了20年的轮椅，如今居然真的站起来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啊，绝对不可能！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如果没有，那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好啊！叶总，何总，我不是有意针对你们的，是有人给我钱让我这么做的。拖下去。叶总，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这么说的吗？诸位，真是抱歉，让某些人坏了我们的兴致。那今日的发布会到此就圆满结束了。这2款新产品会在3天之后与大家正式见面。好，期待上市，我一定多囤点儿。出大卖！慧文，你太棒了！你的发布会太成功了，你有这么厉害的地方，也不提前告诉我，害得我胆胆心。这都是小璇的功劳，其实我没帮上什么忙的。这个家伙刚刚在台上的时候还是有几分气度的，不像小小说的那么没用。而且慧文阿姨一直说着药方是她的，难不成是真的啊？新爷爷发什么呆呀？还不赶紧祝贺慧文阿姨！不好意思啊，慧文阿姨，恭喜恭喜！没事儿没事儿，晚上你和你妈妈来我们家吃饭吧。好，走。等等，慧文，那个，让开。慧文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之前就是猪油蒙了心。你和小璇回来吧。是啊，妈，你就回来吧。爸想你想的茶饭不思的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想我想的茶饭不思，还是想我手上的500亿投资啊？你爸刚刚还不是说要跟我离婚吗？要看我的效果。怎么现在后悔了？早干嘛去？我承认我之前不是人，可我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说什么都可以。我以后会把小璇当我亲生的对待。你确定吗？那你倒是同意小小嫁给小田呀？只要小小嫁给小田，我就既往不咎，以前的事情就当做没有发生过。好，我同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！我堂堂药王陈家的千金，怎么可能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废物？药王陈家，狗屁的药王！当初要不是小璇的妈妈给了我那个古方，哪有现在的陈家？不信你问问你爸呀，陈家这个古方是不是我给他的？他是不是靠那个古方画的家？我不信，爸，我才不要嫁给他呢！求求你了！干妈，我其实一直是拿小小当妹妹。小小啊小小，妈尽力了，你是真不争气啊！若你知道他的身份，唉，既然小璇不同意，那就算了吧。小璇，我们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姓叶的，我可以说不嫁，你个大字不识的废物，凭什么说不想娶我？就算你母亲用药方曾经帮助过我们陈家，但我妈也对你没有少费心。够了，小小，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明白吗？妈妈能有现在，都是靠小璇。妈，你怎么到现在还帮衬着
着他，你跟他在一起待久了，都学会撒谎了。算了算了，既然你不信，也不愿意嫁，那我们就走吧。等哪一天你想通了，我们再聊。欣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羞辱我算什么？小小，或许慧文阿姨说的是真的呢。欣怡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又不是没接触过那废物，他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傻子。可是别说了，他要是真的有本事，又何至于对我妈死缠烂打？欣怡，别想了，时间也不早，我们走吧。叔阿姨再见，欣怡再见。妈，你说慧文阿姨她会不会没有说谎？这不好说。慧文阿姨的公司啊，真不想不接受黑金帝国500亿投资，的确有点奇怪。这些年也没听她说认识黑金帝国的人。哎，妈，你快看，这不就是慧文阿姨吗？还有黑金帝国的总裁。妈，我没看错吧？慧文阿姨怎么和黑金帝国的总裁这么亲密？你没看错，可是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呢？这黑金帝国是金主，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？这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慧文阿姨她没有说谎，那个叫叶璇的真的不是普通人。那我得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小小和陈叔叔。妈，欣怡，你想想，慧文阿姨的话他们都不相信，你说了他们信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们陈家不要，咱们周家要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咱们呀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妈，这样不好吧？会对不起小小。什么对得起对不起？是他自己不要了，又不是你跟他抢他的。那真是反了天了！这些年他那个破医药公司效益不好，还不都是我们陈家的帮衬？现在翻脸不认人，还真以为我们陈家靠他了不成？是吧？没有供货商，没有资金，现在连药方我们都输。但和氏药业的那个产品一上市，我们陈家离破产不远啊！小小，你平时不是鬼主意多吗？赶快想想办法！难不成天要亡我陈家吗？天要去求那个剑？不行，我是绝对不会去求他。他不是瞧不起我，那我就是要让他看看，没有他，我依然能让陈家如日中天。老大，你有好办法了？没错，和氏医药现在如日中天，一旦他们的黑参玉骨膏和祛疤膏上市，整个医药行业都得重新洗牌。可是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懂，只要我们联合起来，一定有办法对付那个贱人。好主意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。啊，对了爸，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。说，我想带小小去方家提亲。方家是4大家族之一，也是医药世家，而且其号召力不在我们陈家之下。最重要的是，方家在龙城有一定的资金和人脉，我们强强联合，一定可以对付得了何慧文那个贱人。好主意！爷爷，爸，我不同意，又不是你们的货物。你闭嘴！这也不同意，那也不同意，这由了你了。要么你和叶璇结婚，把你妈请回来；要么方家联姻。干妈，您今天辛苦了，我扶您进去休息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。思涵这孩子找你，肯定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，我就不碍眼了。主任，你主动来找我，那想必是黑帝那边查到了什么？主任英明，黑帝查到自雷虎死后，有2方势力派遣人去江海，说来听听。分别是叶族和赵族。叶族和赵族是整个龙城乃至整个龙国最典型的家族之一。叶族此番派来的人名为福伯，此乃大宗师级别的人物，叶族的管家，叶天龙的心腹，他的实力极强，为此我们的人民流入。叶族姓叶，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要不然16年前我也不会和母亲被追杀到海外。叶族跟16年前追杀你的人有没有关联，还未可知。那赵族呢？该不会也派了个大宗师过来？那倒不是。赵族此番派来的人是一个赵族的婢女，宗师修为，我们跟了一路，发现她直接去往了江海4大家族之一的方家。方家该不会和雷族有关系？这2者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还得查。行，继续盯着，只要是为了16年前的事而来，肯定会露出马脚的。遵命。听说你昨天拒绝了陈小姐的婚事，问我是不是有机会了？
去八高和黑参玉骨糕面试之前的这几天，肯定有不少人在动作。您猜的没错，您再猜猜，您干爹那边在干什么？他不会又在整什么幺蛾子吧？没错，他如今组织了个什么医药同盟，说是要联合起来对抗和氏药业。陈深远呀，陈深远，我干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机会，你却一次又一次让他失望，真该死啊！需不需要我去？想什么呢？那可是我干妈的爱人，他要怎么闹，随便他去闹吧，别惹他就行。是，那我可就走了。滚！好嘞。陈药王，家主正在接见贵客，还请您稍等。好。什么人啊？比我爸面子还大！我爸可是整个江海市医药同盟的盟主。陈小姐，有些话可不行说呀。家主面见的那位可是来自龙城赵族的狠人啊！什么赵族不赵族？闭嘴！我都胡言乱语，方管家，劝你口不择言，还望勿怪。无妨无妨，只是别让客人听到就好。啊，对了，方管家，敢问这龙城赵族的大人物来咱们这穷乡僻壤所为何事？也就是陈药王一问呀，要是搁了别人，我可不兴说呀。听说他是来江海找人的。找人？对，一个年轻人，叫什么叶璇。叶璇，龙城的大人物找他干什么？这可就是我不知道的了。你们认识叶璇？方家主，家主，陈药王是来与您共商和氏药业2份股方的应对之策的。陈药王，这位就是我先前跟您提到的那位贵客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，原来就是个小姑娘嘛。你说话之前能不能先打声招呼？闭嘴！可抓我自己找死，别叨扰我。赵族可是龙国数1数2的豪门望族，全女无知，还请阁下勿怪。至于您说的那个叶璇，我确实认识一个，只是不知是否是您要找的那个叶璇。给我讲讲他的特征。是他前2天刚回国，从小在海外长大，今年18岁。就是他。待我找到他，我可以许诺你一件事。陈药王，还不赶快谢恩？这位可是龙城赵族派来的使者，他若答应肯帮你的忙，你们陈家的危机会迎刃而解。您是说他有武方？就是江海闹得沸沸扬扬的黑参玉骨糕跟祛疤膏吧？这种东西我们赵家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你帮我找到他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啊，对了，在下还有一事请问，这个叶璇与赵族是什么关系啊？一只蝼蚁罢了，能跟赵家有什么关系？若不是小姐没有杀他，他连让我记住的资格都没有。那就没问题了。愿为使者带路。今晚给我带路。是。叶璇呀，叶璇，你这个麻烦精惹上了赵族，这回看你怎么死！只是可惜了慧文，也不可惜。这个贱人竟敢忤逆我，这就是代价。来干嘛？小璇，你周姨他们马上就到了，你替妈出去接一下吧。好。哎，周怡心妹妹，我正打算去接你呢。小璇，你干嘛呢？我们有要紧事情找他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叶璇哥哥真的非常紧急。小小跟我说，陈叔叔他疯了，非要拿小小跟方家去联姻，换取股方。方家有股方？方家没有，但是方家的背后是龙城赵族。据说赵族的人已经来了，他们说只要帮赵家找到一个人，他就把股方给陈家。这个赵族会不会就是冲着徐明进学下来的？叶璇哥哥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赶紧去帮我们找陆阿姨想办法。好了，这件事先不着急。在此之外，我倒是有一件事很好奇，你不是之前很讨厌我，怎么突然就来通风报信了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之前是不了解你，但是通过这些天的接触下来，我发现你不像小小说的那么不堪。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觉得陈叔这样做非常不对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慧文阿姨受欺负啊。好吧，这件事不着急，但是你们先不许告诉我干嘛。小璇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你要对付的是龙城赵族，那可是天下最大的世家之一啊！你确定吗？好了，这件事啊，交给我来处理。我先去书房处理点事情，你们先在客厅坐。哎，心怡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叶璇不简单。
人中龙凤吧，他连龙晨赵总都不会放在眼里啊。可是妈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好啊？这要是小小知道是我出卖他的话，你这啥话呀？什么叫出卖呀？哎，你这是为他好，难道你就想让他成为联姻的工具，反过来对付他的亲呐？这就对了，你听我的没错，你走吧。帝尊，重点去查一下方家，看看他们与16年前追杀我的那些人有没有关系。命四大战神秘密调兵前往东城，随时属下遵命。还有，给我找一个住处，显眼一点。最近会有一些客人上门做客，本尊得好好招待招待他们。帝尊，那些人有动作了？暂时不清楚，但是防患于未然，我还是住在外面吧，免得牵娘了干妈。去准备吧。是。真相越来越近了，妈，不论16年前追杀你们的人是谁，我都会为你报仇。帝尊，您看这环境可还满意啊？欢迎回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帝尊，你知道的，我对思涵小姐没办法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出来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出来？既然知道，你还在这儿胡闹，回去！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的。自从你回国后，一心只想复仇，可是我可以帮你啊！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叶璇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的心意啊？好了好了，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，记住，不要离开我身边半步。好。小黑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今晚我们在这儿请君入瓮。师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找到了，叶璇那小子就住在日金公寓。这么快就找到了？那既然如此，方家主，你和我走。好的，那是啊，你之前答应我的。怎么，你怕我赖账是吗？啊，没有，主要是小的公司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料你也不敢骗我，这药方先给你用好。这多谢师长。今晚帮我准备好晚宴，等我这个小贼解决了，我会给你记上一个。是，恭送师长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好啊，哈哈哈，终于到手了。哈哈哈哈！对付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何须你我二人出马？怎么？你是觉得这次的任务太简单了是吗？方家主，我劝你别轻敌。雷虎当年就是死在此人的手里，且一同死的还有3大宗师。你说什么？这小子身边或许有宗师强者守护，亦或者他自己就是宗师。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就算他是宗师又如何？这不还有您吗？我的大宗师。使者说笑，方家愿为大小姐赴汤蹈火。你的忠诚，我回去自然会跟主人禀报。这小子住的挺好的，还有人服侍呢。看来没有埋伏。方家主，我们动手吧，别让小姐久等了。严墨，是。这小子警惕性这么低啊！雷虎真是他杀的。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动手。好。人呢？指着这4个字：小心身。你们终于来了。
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从你们一进门的时候，之所以没有出手呢，是因为小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同伙。是啊，我们情报有误，他们无声无息的走在咱们身后，肯定是大宗师。你快走！保重。来都来了，还想走？给我留下！小子，放开使者，你的对手是我。把他给我绑起来。是。小子，你是怎么修炼的？如此年纪便已经突破了大宗师，成为战王级别的强者，这天赋龙国仅有啊！孤陋寡闻，战王算什么？战神在我们主人面前也得跪着。胡言乱语，吹牛谁不会说？你们是不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？现在你们是不会服输，只有我问你们话的份儿。说吧，是谁还敢来杀我？小子，你知道了又如何？知道了只会让你更加绝望吧。如此的自信，不愧是龙城主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我不仅知道你是谁，我还知道16年前追杀我的女子就是你。想不到你个杂种知道的还挺多的嘛。你知道了又能如何？你能复仇吗？赵族的能耐岂是你能想的？我主人的能耐，你岂是你这个贱人能想象到的？能不能复仇是我的事，我只需要知道谁是我的仇人即可。方教主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，那就是16年前追杀我那次的，你有没有参与啊？是不是你啊？山药瓜，悉听尊命，被你那么多话干什么？老实告诉你，老夫16年前就是主力，只可惜没有一刀把你这个小杂种给杀了。当时尚在襁褓之中，你母亲为了保护你，挨了我2刀，哈哈哈哈！你找死！你竟然敢杀死方家主！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既然来杀我，那就要做好被反杀的准备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龙城赵族的人，我要是死了，赵族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虽然天赋异禀，可是龙城赵族的底蕴不是你能想的。就算是战神级的强者，他们也有。谁告诉你我是战王了？那你是什么实力？难不成你是战神？战神，战神也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神猛之上，天下至尊。你是至尊吗？你的天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天尊怎么可能是你？现在还觉得我拿你赵族没办法？16年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不是手眼通天吗？你自己去查呀！你问我干什么？我问你，只不过是为了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我自小跟着我家小姐长大，我的命就是我家小姐的。现在任务失败了，我也无缘活在世上。你应该知道，以我的能耐，你所效忠的赵族对我而言不值一提。真相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行啊，你有本事你去查呀！只不过姓叶的，你要知道真相之后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叫叶璇是吧？那你知不知道龙城有一个叶族？叶族的现任族长就是我家小姐的丈夫。你说说，你为什么姓叶？哼！过去，把他关下去。主人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肯定是想让你方寸大乱。您说的对，我应该冷静。既然总算是找到了当年追杀我母子的凶手，就只差原因了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叶族的影子，只不过不清楚他们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。你还没跟我讲过，你跟你母亲是如何逃脱赵族这种庞然大物的追杀。其实，告诉你无妨。这些事说给你听也没什么。
其实那时我还小，很多事情已经不记得了。我只记得是干妈帮助我们逃出国，所以不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干妈。出国后，我们前前后后又遭遇了2次劫杀。其实以母亲的能力，她完全有能力一个人逃出去。不过为了保护我，她胸口中了一刀，受了重伤。就这样，她还坚持带我找到了至尊殿，把我交给了我师父。妈妈，别怕，妈妈在。其实当时要不是我，母亲她就不会死。思涵，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啊？楚然，你不要自责，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最厉害的人了。当初如果不是在飞机上遇见了你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思涵，其实我一直知道你对我的情谊，只不过我觉得16年前的线索太少了，我报仇无望。不过现在真相大白，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终将付出代价。等到我完成复仇，我便许你一个名分。臭叶璇，死叶璇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好了，你先让人把这里处理一下，然后打电话告诉4大真神，我要赵族和叶族所有的消息。好。好了，天也晚了，我再不回去干妈得着急了。好茶。这都几个小时了，老爷怎么还没捡回来？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陈昭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方管家，着什么急嘛？有赵族下来的使者对付小小的叶璇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啊？你如果实在不放心，派个人去看一眼啊。可是我已经派人去看了，他们说根本就没见老爷出来。说不定方家主已经和使者去龙城领赏了呢。行，我这还要回去研究药方，就先告辞了。小小，我们走。喂，是赵总吗？我是江海的方家，我有要事求见大小姐。古方，我陈家终于也有完整的古方了。明天我就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妈还敢不敢看不起我。可是爸，方家真的出事了。他出事又如何？不出事又如何？古方我已经拿到手了，我管他洪水滔天。可是爸，如果方家真的出事了，那是不是证明叶璇他就不是一般人？叶璇不是一般人又能怎样？他现在得罪了龙城的赵族，下场只有死。我现在担心的反而是你妈那边。你妈这个人的性格是冥顽不灵，我只害怕她得罪了赵族而牵连了我们陈家呀。不行，还必须跟她离婚，要撇清跟她的关系。哎，对了，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方，那就没必要去和方家联姻。你觉得？赵叔叔，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下次我见到使者之后，我会亲自与他说。都听父亲安排。好，不愧是我的乖女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小璇，
你可算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接，把你干妈急坏了。干妈，实在抱歉，我手机开了静音，可能没听见。啊，没事儿，回来就好。啊，对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干爹也拿到古方了？叶璇哥哥，您别误会，不是我们说的，是陈叔叔他发朋友圈了，说明天要召开发布会，而且他还私下邀请了慧文阿姨参加。干妈，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咱们和氏药业的股份要多少有多少。嗨，我倒不是担心这个，毕竟我和你干爹夫妻一场，我总不能把他逼上绝路吧。我就是害怕他走弯路。对了，刚才呀，小小跟心怡发信息说，你干爹他又想着把小小嫁给农村赵家的人。是啊，像这种大家族，怎么是我们这人能进得去的呢？干妈，你好像对龙城的各大家族很熟悉啊？我怎么可能熟悉呢？我这都是在电视里面看到的，像那种家族肯定有很多规矩的，是吧？啊，那个，小璇啊，你和小小既然做不了夫妻，那毕竟兄妹一场，我希望你和心怡能帮我多去看看他，行吗？行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明天你干爹的发布会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去。好。爸，我这次可是把全城的记者都请来了，等发布会结束，就是我们陈氏集团飞黄腾达之时。到时候我要让一些对不落价值的人付出代价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你这么懂事儿，爸也会放心把集团交给你。谢谢爸。欢迎徐总。嘿爸，那不是黑姐集团的总裁吗？没想到我们这次发布会居然把他都吸引来了。到时候我们认真表现，说不定徐总能看到我们陈氏集团的潜力，给我们也拨一大笔投资呢。爸妈他们怎么也来了？这个贱人！等我新闻发布会圆满成功，我就立刻跟他离婚。到时候赵族要收拾叶璇这个小子，也就跟咱们没关系。都是叶璇这小子害的。爸，我们就不能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？怎么不能？看我的！站住，不许进！对，说的就是你，我们陈氏集团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我有你们董事长亲自给我发的邀请，他是我的干儿子，我们俩是一体，凭什么不让他进？一张邀请函只可以进一个人，但别人为什么不是这样？我刚才明明看见有人跟着进去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是规定。陈山元，你这样做有意思吗？文文呐，你冲我发什么脾气啊？你知道，因为你的缘故，我现在在陈家的地位是大不如前了。这些都不是我说了算。要不这样，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位置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再给小璇发个邀请函，怎么样？不必了，小璇如果不能进去，我也就不去。这样啊？那真的是太遗憾了，对吧？既然如此，就回吧。你既然叶先生不能进，那我恐怕也进不去。那我走好了。天哪，他怎么也来了？他可是江海药业集团最大的供货商。我更好奇那个年轻人是谁？吴总原来是站在他那边的。行啊，
有本事你就别进，我不怕告诉你们，我所要发布的古方可不比那何家那2个古方价值低。还有谁要走，赶紧的。但我话放到这儿，只要今天谁走出这个大门，以后将再无与我陈氏合作的可能，大家自己掂量掂量。是吗？那还真是遗憾呀。我听说陈氏集团最近很缺钱，原本我还想投资一点，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。如果叶先生要走的话，那不如一起吧。如果叶先生要走的话，那不如一起吧。这学长，怎么了，陈先生？有事儿吗？我是想跟您说，我刚已经让人进去看过了，这位置是足够的，大家请进啊。哦，是这样呀。但是我现在不想进去了。何女士、叶先生，你们呢？我也不想进去。我听我干妈的。那既然这样，那不如我们走吧。哎，等，慧婉，小轩，徐总，这先别走啊，我跟你们道歉，行了吧？伤员，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了。慧婉，这刚才里边确实是没有位置了，我现在就让人给你们加，好吧？来，请，快点啊！究竟怎么一回事儿？你我心里都清楚。你现在不用在这假惺惺的。看在我们夫妻一场，我今天给你这个面子可以不走，但是陈生源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徐总，请。这个贱人，他居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让我难看。等我这个古风一上市，我一定让他好看。爸，他们怎么都帮着叶璇啊？还能怎么？肯定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。行了，现在不说这些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发布会搞好。走。咱们江海啊，最近可是挺热闹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在短短的时间内，陈氏集团就反击了，不愧是药王。这陈氏啊，之前手上就有半张古方，如今他又得了一张古方，再加上陈家之前的口碑，何氏药业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难得一见的古方，短短几天内就已经出现了3份，江海可真是卧虎藏龙啊！也不知陈药王手里的这张古方有何奇效？药王来了，药王来了！请问陈药王，你手上的这款古方到底是什么？是否能与何氏药业的2款古方相提并论呢？诸位不要着急，我对我的这个产品是非常有自信的，它的价值不可估量。陈药王，倒是快说呀，别卖关子了。听说何氏集团的2个古方是被叶璇小友完善的，那想必叶璇小友应该精通医术，那不如由叶璇小友点评点评我这药丸如何呀？这药方不错，不过可惜是个半成品。半成品？天哪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陈药王也太大胆了，居然把半成品放到发布会上。我看呀，他就是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只能釜底抽薪。可惜还是被叶先生识破了。叶璇，你不要在这儿信口雌黄！我这古方是龙城赵族给的，怎么可能是半成品？而且也是经过试验的，药效确有奇效。我知道了。他就是怕我们的药方面世影响了他的生意，故意污蔑我们吧？没想到陈药王居然跟龙城的大家族还有联系，赵族可不是一般的家族啊！诸位，你们不是想知道这个古方是什么吗？它叫减肥丸，能够让大家
都变苗条的减肥丸。药王，此药真的有此功效吗？我陈山元以我药王的名义起誓。叶先生，您快说句话呀！这药是不是像陈药王说的那么神奇？真要是这样的话，放心好了，我说过了，这药只是软制品。你这是胡言乱语！你今天如果说不出来个所以然，我就告你诽谤！陈烈，身为医者，您应该知道，体重的增减是能量的守护。我这款药就是能够抑制人体吸收过剩的营养，从而达到完美的能量补充。可以说，基本上没有任何副作用，就能让人们摒弃肥胖。这药居然这么神奇！太好了，有你这，我可以去追我的女神了。不，这款药不是没有副作用，相反，副作用极大，所以我才说它是个半成品。什么副作用？你倒是说！我这药可是经过检验的，药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。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。这减肥丸虽然能抑制人吸收能量，却无法抑制人的食欲，特别是当知道多吃不胖的情况下，人会忍不住多吃，这样就会把胃撑大。干爹，你知道如果把胃撑大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把胃撑大的后果，那就是食量的增加。如果减肥者想要继续减肥，那就只能持续吃药。但是药三分毒，更何况这款药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人体吸收能量。一旦服用过多，人体的功能自然受损，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吸收腹中食物。虽然听不大懂，但是感觉很严重的样子。何止是严重，我敢断言，长期服用此药者必死。干爹，您身为医者，自然是知道我所言非虚的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明明只看了一眼。不，干爹，此药我熟悉了。这更不可能了。这是龙城赵总给的品，难道这个古方你也完善过？不是我完善的，不过这药方确实为我母亲所写。你母亲？是的，婉婉确实喜欢研制药理。陈家之前的药方就是婉婉离开前给我的。这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这不可能！干爹，身为医者，您知道我所言非虚，就不要自欺欺人了。我看这发布会还是不要开了好。一旦减肥丸出了问题，陈家可就万劫不复了。干嘛？我们走。陈山元，你就听小璇的吧。天子，您作为医者，居然知道假药，请问您对得起消费者吗？滚！小璇，谢谢你啊。干妈，不用谢了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干妈心里知道，你都是为了干妈才跟他们说那么多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等他们自食恶果吧。多快呀！一转眼的功夫，那个小孩已经长成大人了，还和他母亲一样，有着一手精湛的医术。可惜这医术终究也没能救回母亲。小璇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只想跟你分享16年前的真相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完全有能力对付他们。哇，小璇，他们太恐怖了。干妈，您说的是龙城赵总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原先呢，我也有点不确定。不过当我看到龙城赵总手里有我母亲的药方，再加上前些天他们来找过我，他们找你了？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他们想杀我，但是被我杀了。干嘛？我现在已经是没什么目标了，结果只有一个，要么就是我杀了他们为了结果出来，要么就是他们杀了。小雪，
你给干妈一点时间，咱们先回家吧。回家了再告诉她。行。该死的贱人，生出的儿子也是贱种，为什么还不死？为什么还不死？都是一群废物！16年前让那对母子跑了，如今对方不仅羽翼丰满，找了本。本夫人养着你们有什么用啊？替夫人消气，消什么气儿？只有那贱种死了，我才能消气儿。在天龙知道那剑种存在之前，必须杀了他，否则我儿的位置就危险了。说起来，这小子还真有点心。方文豪那家伙虽然废物，却也是大宗师，居然也栽在他手上。既然大宗师都无法解决他，那就请战王好。你现在就去，请龙城战王出手。你们急匆匆的，这是要去干嘛呀？天龙，终于愿意来看我了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好大的阵仗，还要去请10大战王，你这是要去杀谁呀？哪有啊，就是一个不长眼的小贼。天龙，你难得来看我，咱们夫妻之间就不提这些琐事了。算起来，你有快10年没见我了。你是要去杀王安的儿子吧？你都知道了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杀了那个贱种。疯了！那可是我儿子。那又如何？是你当初对不起我在先的。自你我订婚之日起，我便全心全意对你，可你却在外面与周婉婉那小贱人混在一起。你是不是忘了？若没有我，你能坐上业族之主的位置吗？可不管怎么样，小璇她是无辜的呀。无辜？哪有什么无辜呀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一回国干了什么大事吗？他在查16年前的事儿，他要找我复仇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在江海的眼线，雷虎、方家全被他杀。这怎么可能？慧文明明跟我说，小璇和婉婉一样，都只会医术而已，他怎么？难道我会骗你不成？这种事儿，随便派个人去江海一查，不就知道了？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是我儿子，你不能动他。你少在这儿假惺惺了，我就不信你不明白，他的存在会给你我两家带来多大的麻烦。他找我复仇的事儿，暂且不说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被业族的那些老家伙知道他的存在，会怎么样？浩儿又会怎么办？毕竟他才是业族嫡长孙，他当了这么多年的业族少主，你却告诉他他还有个哥哥，你忍心吗你？还有叶天龙，一旦16年前的真相公之于众，你我都会成为笑柄。你若是不想让16年前的悲剧再次发生，或者说你想保住自己的颜面，不被整个龙国的人笑话，那就杀了他。杀了他，只有杀了他，一切才会结束。
所以小璇，你明白了吗？那个赵小姐就是追杀你和你妈的人，而且她是一个嫉妒心极强且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当年她就是因为嫉妒你爸，深爱着你妈，所以对你们起了杀心。不过，你也不要怨恨你父亲，你父亲对你母亲是真爱。他身为叶族的族长，却保护不了我母亲。那个赵夫人，也只不过是赵族的一个千金罢了。你父亲他已经出手了，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你得罪了雷虎，就是他暗中相助的。所以说，你不要怨恨你父亲。你是说，他很早就知道我的存在了，也知道我已经回国？雷虎那次，他出手了。对，是我打电话告诉他的。那我还真的是要好好感谢感谢他呀。你能这么想，就再好不过了。等过段时间，你父亲忙完了族里面的事情，就会来接你的。有他保护你，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。是。好了，干妈，感谢你告诉我这么多，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还需要再调查点事情。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了，你不必等我。哎，别忘了帮我去看看小小。如果小小不想在那个家待了，就麻烦你把他接回来。如果看见你干爹，麻烦你告诉他一声，我明天早上在民政局等他。好。喂，老大，怎么样了？16年前的真相渐渐已经水落石出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怎么感觉老大你兴致不高的样子呀？不过有2件事情让我感觉到疑惑。现在目前已经确定，当年追杀我母亲的就是赵族的千金小姐。不过，其中有一个人在里面扮演的什么角色，让我有点看不懂。谁？叶族叶天龙，也就是我的父亲。他在这里面到底扮演着什么？这16年前的事情太久了，而且以叶天龙和赵家小姐的身份，所有的痕迹应该已经被抹除了。我这有2个线索，你去帮我查一下。好。我听我干妈说，当时我和雷虎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她给叶天龙打过电话求救。你去帮我查一下叶天龙是否有什么动作。其次，我听黑帝说，除了赵家小姐的手下之外，叶族有人来了江海。你去让黑帝请4大战神，务必把他们都找出来。只要知道他们来江海的目的，那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老大，交给我吧。完了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我们陈家要没了。老大，你现在要赶快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去求求慧文，他肯定会原谅你的。爸，我现在真的是没脸去见慧文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你个废物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大哥，现在谈论对错还有什么用啊？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拯救咱们陈家。是啊，今天必须得想出办法，否则我们陈家将会落魄为江海市末流家族啊！大哥，前段时间你不是说让小小去联姻吗？那个方家怎么说的呀？方家入10连，我陈家现在落魄这样子，方家看得上我。哎，实在不行就让小小随便找个人嫁了得了，好歹给咱们陈家找个盟友，让咱们家好喘口气儿嘛。那不可能！我陈家就是再落魄，也曾经是豪门望族，婚姻大事岂可如此儿戏？我看老二说这个方法行。爸，别多说了，就这么定了，非常时刻，非常办法。不可能，我不嫁！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自利？一会儿让我跟这个联姻，一会儿让我跟那个联姻，怎么？我陈小小是过我不成？哼，你还有脸说了？当初不是你不肯嫁给叶璇，你爸爸能跟你妈妈翻脸吗？我们陈家能落到如此地步吗？明明当初是你们也不同意我跟叶璇那个废物结婚的，怎么现在一个个都后悔了是吧？不要多说了，说多无益，就这么定了，不嫁也得嫁。
去看看谁来了。干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看我们陈家笑话？干爹，干妈让我来看看小小。我妈让你来看我。干妈说了，如果你在这里待不下去的话，我可以带你走。不行，小小是陈家人，你不能带走。如果你觉得你能拦得住我的话，可以尽管试试。你不过就是靠着何慧文那个贱人，想在我陈家面前作威作福吗？你再敢对我干妈不敬，我不介意撕烂你的嘴。爸，咱们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走还是不走？我跟你走，不过我先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嫁给你。来接你是因为干妈的缘故，对于你，我没有任何想法。最好是这样，这个家我是一刻也不想待。小轩，干爹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慧文她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？你不说我还忘记了。干妈说明天早上10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他真的这么狠心啊？怎么办？干爹，有些事情你我都清楚，就例如说那个减肥丸的药方，干妈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可是你们却没有珍惜。陈家能有今天，你还有你们，都功不可没。好自为之。混账，至少兔崽子，仗着大嫂在咱们面前为虎作伥。爸，咱跟他们拼了！够了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们咎由自取，是我们先伤害了慧文和小小，也是我先对不起叶璇的。喂，小小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你和叶璇哥哥到底……心怡，这才几天不见啊，都叶璇哥哥、叶璇哥哥的叫起来了。我该不会是喜欢他？你之前不是跟我一样瞧不起这废物？不会是喜欢上他？我可告诉你，叶璇他就是靠着我妈，以前混得还不错，自己没什么实力的，这种人有什么？小小，我们该走了。叶璇哥哥现在就在你旁边啊！既然你不喜欢叶璇哥哥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喜欢叶璇哥哥。心怡，就叶璇这种屌，我陈小小才看不上呢。我陈小小的意中人啊，像四大战士那样的盖世英雄。其实叶璇哥哥他挺厉害的啊。哎，心怡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们先去忙吧。哦，你们聊什么？心怡说她喜欢你，问我对你有没有什么感觉。对她说呀，我陈小小的意中人呢，只能像四大战神那样的盖世英雄。四大战神是你的偶像？是啊，知道差距。正好，我刚吩咐他们去办点事情，晚一点他们来找我汇报的时候，说不定还能让你见。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！我还以为过了这么久，你应该多少会有点改变，结果这说大话的毛病是越来越厉害了。算了，赶紧回家。妈，等等，亲爱的，你放开我！怎么怕我跟妈告状啊？不错，不错呀，的确是有两下子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。你是赵夫人？你居然知道我，看来你知道的东西不少。这个贱人告诉你，妈，早知道16年前就不该让雷虎留着贱人一命。放开我干嘛？放开？你觉得可能吗？连方文豪那样的大宗师都死在你手上，我岂能给你一点任何反击的机会？他是冲你来的，新叶的，你可真是个惹祸精啊！害我陈家还不够，现在又惹我妈遇险，你真是个扫把星！你好了，
你放心，不会救干妈的。就凭你，小小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能怪小雪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向着他？你不懂，当年我怀着你的时候难产，是小璇的妈妈出手相救，我们俩才活了下来。小璇的妈妈又给了我一份古方，这才有了你父亲现在药王的称号。要不然，就凭他那半吊子医术，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出人头地的。你骗我，这不是真的。你不能怪小璇，这些天妈妈过得很开心，我的腿也是小璇医好的，现在是时候该我还债了。小璇，如果你想报仇，你就报吧，不用管我。姐，休想坏我好事。你找死！好一个母子情深啊！只不过你敢动我，看看是你杀我的速度快呢，杀什么？赵夫人，你别得意，天龙已经知道小璇回江海了，他那么爱玩玩，肯定早就安排了高手保护小璇，说不定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。要是敢动小璇，天龙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出现在这儿吗？自然是天龙默许的呀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小璇是他和婉婉亲生儿子，他怎么会？没什么不可能。出来吧。这位就是天龙的心腹。当初你和周婉婉的关系那么好，肯定见过他。若不是天龙默许，我怎么可能带着他来呢？家主有令，为确保叶赵两族世代和睦，特命我来诛杀叶族在外私生叶璇。这怎么可能？小璇，你快跑！逃到国外去，有师傅保护你，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。我已经逃了16年了，既然回来了，这次就不打算走了。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您不会有事儿。继叶党，你说什么大话？当初你母亲是何等的风华绝代，还不是被我杀得落荒而逃？若不是你师傅出现，你们母子又怎能逃得掉呢？若不是我母亲当时带着只有年仅2岁的我，岂能被你所害？多说无益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编写。今日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这儿，若是不想你干妈死的话，就给我跪下，自断四肢。让我跪下？你还没有那个资格。皇望，看样子你是不想救你干妈？不就是人质吗？难道你以为我没有？你说的是小昭吗？小昭只是我的一个手下罢了。你觉得你用他能威胁到我吗？就算是手下，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宗师强者，就连方文豪那种大宗师都对他避而不及。我想，就算是手下，也不普通吧。我干妈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用一个普通人换一个心腹，还是宗师强者，怎么想都很划算。到底什么阴谋？怎么了？你怕了不成？你堂堂赵族小姐，还会怕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吗？什么狗屁赵族！明日我便昭告天下，堂堂赵族也不过只是花架子。够了，激将法对我没用。既然你想换的话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看着猎物想方设法的逃脱，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行。喂，思涵，把上次刺杀我的那个女子给送过来，我有用，最多10分钟。放心，我没有虐待俘虏的行为。小璇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跟这种人做交易，简直就是与虎谋皮。放心，干妈，我心里有数。易宗，好，一起放人吧。好。 3、2、1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
没想到星爷这家伙有时候还挺靠谱。干妈，你和小雅先站在一边，接下来交给我。夫人，小超罪该万死，耽误了夫人的计划。无妨，本小姐既然赶来，自然早已做了万全的准备。此人实力非常诡异，连方文豪那种大宗师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放心好了，你恐怕低估了战王的实力。完了完了，看来这要动真格了。小璇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这叶天龙可真是……放心吧，我能解决。不自量力。当初我调查你的时候，就听说你是出了名的狂妄自大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看好了，这可是战王，全天下比他厉害的人，我还没见过。井底之蛙吧。狂妄！战王，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。算起来，你才是我叶族的嫡长子，可是家主之命，我不得不遵。要怪，就怪你命不好了。住手！叶无双，谁给你的胆子动少爷的？您怎么来了？您怎么来了？我是奉了家主的命令。放屁！家主让我前来保护大少爷，怎么可能让你们来杀大少爷？你确定是家主亲传的令？这倒没有，可是夫人有家主的令牌。你个蠢货！家主和夫人闹矛盾几十年，怎么可能会把令牌给他？叶天龙那老东西，还真是疼他这儿子，居然还给你留了后手。你已经输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你觉得我会输吗？你定为夫人排忧。你给我下毒！这下你说谁才是优势？没了一个叶无双，我还有两大高手，曾经不管你多么的辉煌，而现在你只不过是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老头罢了。少爷，事情已经超过老农的预期了，你先去寻家主，家主他不会不管你的。少爷，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好了，福伯，区区2个战王，我还没放弃。少爷，大言不惭，上！是，小姐。少爷，少爷，这不可能，到底是谁？你说我战神榜之上，龙与帝尊；战神榜之上，龙与帝尊。战神之上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帝尊。没想到少爷竟然是传说中的帝尊，看来老奴是多虑了。以少爷的实力，全天下没人能伤他一分一毫。什么话？叶璇真的是帝尊？是四大战神一同迎接的那个？绝对不可能！如果你真的是帝尊，以你的实力，完全可以直接杀入龙城，灭了我赵族才对。那你又凭什么觉得我没那么做呢？你在说什么？女儿啊，你快逃！你超出迷人了，那就是魔鬼，他们盯走你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赵族内高手不少，怎么可能碰面呢？3、2、1。
赵夫人，赵家满门已经被我们灭了，记住，这就是得罪帝尊的下场。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动作的？当然是帝尊打电话找我要人的时候。但是帝尊没有让我直接把人送来，知道出事了，所以我直接让黑帝去了赵家灭了所有人。我要杀了你们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我？为什么我又输了？当年论容貌，我明明不比周婉婉那贱人差，可你爸偏偏喜欢上那个贱人。说了这些也就罢了，可为什么他生的儿子偏偏比我生的长？因为你的心是黑的。帝尊，帝尊，天下第一人，早知如此，我赵族倾全族之力也要把他杀了。现在，你当年杀我母亲的仇也该报。你的儿子要杀我，来，很好。你想杀我，做梦！夫人，小姐，你先别急，黄泉路上，我陪你一起。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少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雪，你快放开！他可是你的父亲。都别过来！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倘若你杀了我，能够解你心里的恨，我别无怨言。我只问你一句：你当初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母亲？是我对不起你母亲，是我害死了她。你想为她报仇，你就动手吧。小轩，你父亲其实很爱你母亲的。你母亲当初告诉我，若不是一直有人帮她，她不可能逃到江海，也不可能逃到国外。小轩，那个一直帮她的，就是你的父亲。我可以作证。我当年一直跟着老爷，他当年抗婚被抓回叶族，在暗中能帮助夫人，就已经是最大的能力了。罢了，我不杀你。我母亲临终的时候说她不怪你。婉儿。慧婉，我知道之前都是我不对。慧婉，回家吧。再给我次机会。干妈，您这还没有原谅干爹呢。当初的事我已经不计较了。哪有那么容易就原谅他呀？再说了，哎，我让你娶小小，你不是一直都不同意吗？你还说你已经原谅了。小小啊，年龄还小，他懂什么是爱情啊？在他眼里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让他崇拜的大哥哥。不是的，叶璇哥哥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好你个臭小小，趁我不在跟我抢叶璇哥哥是不是？谁说叶璇哥哥是你的啦？谁之前看不起叶璇哥哥的？妈，你看他。好了好了，小璇呀，你和思涵那个孩子的婚期定了吗？那要不要请你爸呀？那个老头子呀，最近总体表现来说还不错，那咱就勉强把他带上。好好好，带上带上。